女大学生才怀孕8个周，就被男友故意用春药弄流产了。不料男友又去强奸其他女同学，结果却被警察逮捕了。可他死活就是不承认，而警察也没证据，只好先将人给放了。随后他们就来找了女孩了解情况。可卡拉深爱着男友，不信他会做出那种事，但警察有对方的指控，于是卡拉只好明言男友只爱我，并且上周他已经证明了，就在我失去孩子的前一晚。听了这话，警察立马明白了男友是怎么证明的。Carla, did he prove it by having sex? Yeah. He called and told me he was gonna rock my world, that he had this stuff that was amazing. Stuff? He called it Love Potion number 9. He put it on his, made it feel all warm and tingly down there. 听到这，警察又明白了，直言你第2天就流产了对吧？这不就是说男友把自己搞流产的吗？可恋爱脑的卡拉不相信，因为男友说过他想要孩子，并且还承诺过结婚的。对此警察也不和他讲，想先看看那个药，但卡拉说他带走了。于是警察想了一个主意，让卡拉对男友谎称孩子还在。果然当晚男友查克就赶过来，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开始脱裤子。不成想灯光一亮，查克顿时吓萎了，床上躺的竟是一个老女人。查克赶紧一边穿裤子一边问你是谁，哪知老女人竟是检察官。而就在这时，警察和卡拉也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命令他立马把药交出来，这下不给也不行了。此时卡拉也终于醒悟了，质问他是否真是这样杀了孩子。不料查克还嘴硬，但卡拉已看清他的真面目，就想手撕了查克。当然警察得拦着，然后查克就又被以堕胎罪逮捕了。而接下来警察先检测了药的成分，法医则发现里面有润滑油和前列醇。虽然前列醇是治疗溃疡的成分，可副作用是引起子宫收缩，也就是会造成流产，并且在生产商提出警告后，前列醇反而在国外黑市火了起来，因为它成了紧急避孕药，能够给贫困地区的女性提供更便宜和安全的堕胎方式。随后警察想知道查克了解这些不，结果法医表示查克学的是医学，肯定清楚药性，也就是说他就是故意的。可谁知查克的律师虽然承认用了前列醇，但却否认与卡拉流产有关，这倒把警察都搞愣了。结果查克狡辩 Sometimes I drink too much, and I heard that misoprostol was a way to take care of the problem without having to get it, prescription. For what? For Viagra. 接着律师补充，查克使用前列醇是为了治疗因喝酒造成的不行，可警察一眼就看穿了，这是他们耍的鬼伎俩。却不料律师立马拿出了查克不行的医疗诊断，而警察也立即反驳查克让卡拉怀孕时也没不行呀。哪知律师的解释是第一次时查克没喝酒，这果然很合理。然而检察官可不信这些鬼扯，结果律师又把查克的错误定性为只是判断不当。虽然一看又是鬼扯，但警方却没理由反驳，并且药监局也有公告，前列醇确实能治疗溃疡和不行，而造成堕胎只是副作用，就像伟哥最初是用来治疗高血压一样。因此除非能证明查克用前列醇是为了堕胎，否则陪审团不会起诉他的。而这时检察官突然想起药店可能知道些什么，不料药剂师还真记得查克，因为他买的是店里最后一点前列醇。警察则立马问他说用途了吗？可药剂师回答查克只说有大用，并且看起来很紧张，既然没法证实查克的用途。接着警察又问他有其他异常没，结果老头感觉查克很年轻，不像需要用泵的人，因为泵对不行的患者有显著治疗作用，而前列醇需要配合才能使用。于是警察赶紧来找卡拉确认查克那晚用泵了没，如果他没有用，那就不是真心治疗不行，堕胎的嫌疑就大了。可不成想卡拉只想尽快忘掉这件事，警察不得不强调查克杀了孩子，但卡拉却坚持一切都无法挽回了。然而警察还不放弃，希望他不要维护查克，哪知这却刺激到了卡拉，他终于说出了真正的原因，竟称这是在保护自己，因为查克不是他的第一个男人，以前卡拉也生过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可也流产了，所以他以为这次流产跟上次有关，如果指证查克，陪审团会说是他导致的流产，就像以前一样。对此警察也无可奈何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庭了，但却指控查克犯了堕胎罪和攻击罪。查克当然不认罪，而就连法官也感觉指控攻击罪有点牵强。不料检察官却坚持，理由是查克把药送进卡拉体内，导致胎儿流产，并要求不得保释，否则校园其他女孩可能要受害了。对此法官表示了认同，却不成想律师当即回怼，法官有偏见，结果整个法官当场就拉下了脸，律师却寸步不让，现场气氛顿时焦灼了起来。最后法官决定单独谈谈，可当检察官闯进他的办公室后，一切都已经晚了。律师和法官早已谈完，庭审会更换法官，这让检察官就疑惑了。结果律师却解释法官因为有利益冲突，所以必须回避，但怎么听都像是威胁。可法官已心灰意冷，劝检察官接受吧。而就在此时，新接手的法官也到了，哪知检察官一看顿时吓尿了，因为以前他曾在法庭上醉酒，就是被这位法官送去了戒酒所。所以说两人几乎可以说是仇人。检察官十分心虚，可男法官也保证会公平判决的，但检察官可不会天真的相信他的话，感觉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打起了退堂鼓，已经打算降低指控的罪名了，或许还有胜算。警察当然不愿意了。而就在他们争论之际，原先的女法官突然找上了门，竟不准他们退缩，这可把检察官搞懵了。你不是已经把自己换了吗？
而这时法官才讲出了缘由，原来是律师调查了他的过往，抓住了法官的小辫子，所以他才不得不退出的。但这次前来就是帮忙打赢官司的，那这可是好事。随后法官就来给卡拉做思想工作，让他出庭指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原来年轻的时候法官也曾喝醉过，然后被3个男生轮流侵犯了，并且完事后他们还逼着法官吃药，看起来就像本人滥用药物一样。结果警察一看根本没管，还指责法官穿得太暴力。就这样男生们逃脱了惩罚，而律师也就是抓住了这点，才有胆量跟法官叫板的。当年法官没能伸张正义，因此希望卡拉不要走自己的老路，加之警察也在旁帮腔，卡拉终于有些异动了。 You can get justice, young lady, but you must stand up for yourself.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卡拉最终同意了出庭指证。可谁知意外马上又发生了，开庭的时间已到，但卡拉却联系不上了。检察官只好尽力拖延，但法官却不容情。当还是联系不上卡拉后，检察官只好要求延期，而律师当然反对了。法官也要求提供理由，检察官只能牵强说这里风水不好，申请换个新场地。法官当然拒绝了，于是检察官又要求休庭。不料法官还没回答，律师却趁机发难。由于证人无法到庭，要求撤回查克的所有罪名。不过法官还算公正，打算再给检方一次机会。可哪知检察官上前时被绊了一下，法官立马察觉了，还以为他又像上次一样喝醉了，接着警告检察官不要糊弄我。至此检察官明白再也拖不下去了，不过却祈求给受害者一次机会。最终法官还是网开了一面，但要求必须下班前把证人带来，否则就撤回对查克的所有指控。于是警察紧急闯进了卡拉的公寓，试图再劝说他，不料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卡拉竟倒在了厕所里。警察见状急忙上前抢救，可为时已晚，他已经去了异世界。这下可糟糕了。随后法医解剖发现，死因是中毒性休克，由于胎儿没流干净，细菌感染导致的。不过法医又表示，如果换做其他时候，他可能活下来。但是这次卡拉的免疫系统被前列醇破坏了。警察感叹，还以为药物是安全的，哪知法医则解释口服确实安全，但是直接用于宫颈就不是了。而听了这句话后，警察突然想到告赢查克的方法，随后就把正在鬼混的查克逮捕。然而查克却大喊自己无罪了，因为卡拉并未出庭。不过警方却有着新罪名逮捕他，那就是过失杀人罪。他的春药害死了卡拉，也害了他自己，这个罪名可更严重了。查克下半辈子都要待在牢房里，而卡拉的正义也最终得到了伸张。